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惟，大家好，双友。好，那对很多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你会关心两岸之间未来到底要怎么在，要走向什么样一个方向呢？最近有很多在国内来讲的话，那不管是从国民党郑丽文主席、许春英啊，或是何英路一路下来的一些事情。好，除了关心这个以外，当然你也会关心的是对国内各政党来讲的话，蓝白合是不是一定确定走的一个方向？那对绿营来讲又该怎么样面对2026、2028又会怎么样？而这过程当中，对白营来讲的话，虽然在三党之中，那白营当然你说在三党中算是第三大党，可是这第三大党占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位。那对黄昌主席来讲呢，最近一连串一些事情，一直好了，你这样讲，今天礼拜二嘛，没错，礼拜二当然《金周刊》当然又有关于是不是有狗仔们啦，或是他整个像凯斯国际、李丽娟说现身，讲了很多这样的事。但是对黄昌来讲的话，最大的目前要面对的，恐怕是党的一个领导统一吧。李有赢的一件事情是有人指说是他跟柯文哲之间派系的矛盾性，甚或有人说是整个领导统一会出了一些问题吗？没错啊，先讲今天黄国昌的回应啊，还是要平衡报道一下啊。他说啊，实际上是派狗仔跟监无辜人士跟孩童的不入流机构。第一个，我明明看到《镜周刊》是跟监一个60岁左右的李丽娟啊，我们终于知道李丽娟长成怎样子。60岁跟孩童有什么关系？第二个，他讲到孩童，可能讲说啊，李丽娟是家教嘛，他好像把过去我们拍到的所谓的这个安亲班移到其他地址。我们没有看到孩子啊，我们看到是李丽娟有没有进出相关的这个安亲班的内容嘛？而安亲班是否应该合法申请登记？这才叫做保护孩子吧。当然，如果你不负责、不去合法的申请教育局申请登记，是违法的安亲班，包含所有的消防设施也好、避难设施也好。如果这些媒体没有去跟监到底你有没有去合法登记，那这样子才是迫害孩子啊，才是伤害孩子啊。所以不要拿孩子来做挡箭牌。不过黄国昌自证啊，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谈到孩子的事情，他自己讲说无辜的孩子啊，表示自证啊，这个李丽娟就是他们的家教老师嘛，就是有开安亲班的行为嘛，所以李丽娟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跟监？因为对于媒体来讲，他是凯斯国际的实质负责人，王义川因为狗仔门事件告的人之一就有李丽娟嘛，而且他是凯斯国际负责人，那你相关的包含你之前在议会里面、立法院里面有没有所谓拿钱办事、质询法务部长的事情，都跟这个凯斯国际有关系嘛？所以追踪所谓的李丽娟、跟监李丽娟，当然是想要厘清李丽娟对于凯斯国际到底是实际负责人，还是只是单纯的家教老师或者是人头而已嘛？那确定他就是一个人头，而且重要的是，那背后的一个资金，我们之前都有说过，所谓的云力国际已经收了，云力国际收，它其实对黄国昌来讲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断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凯斯国际，如果王义昌去告了，找了李丽娟去问，有可能凯斯国际的相关的金流调查得出来。但是如果凯斯国际的金流透过云力国际，云力国际再给他的高家人或者是黄国昌，那这里就形成断点了，因为你云力国际已经把它结束营业，那云力国际结束营业，那检察官可不可以调云力国际的相关的资金？这就有问题了。所以云力国际在这个敏感时间点，黄国昌应该说明为什么你要把它关起来，或者高家人高辉要出来讲为什么你要把云力国际关起来啊？是不是因为凯斯国际跟云力国际之间它有相关的金流的来往，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云力国际本身的金流它的去向嘛，所以你把它收起来，这个当然是周刊质疑的最大的重点。另外回过头来，他因为他自己的狗仔门的事件，或者是说拿钱办事的事件，过去这些争议啊，还有他现在爆出来是党内领导权威的问题。为什么呢？你就是一个所谓的鸡肠鸟肚的人嘛，给他等教他斗嘛。为什么对李有仪？李
李友仪很了不起哦，我说真的，他拿8万多票，8万4千票，比上一次国民党在那一区提名拿6万多票，是增加了2万票哦。也就是说，蓝白合的状况下，那李友仪至少在三重那一区有自己的魅力，他可以拿到2万票。任何一个党主席啦，你要提名那一区的议员，有一个县城2024年才拿8万4千票的人，你不提名，你一定要安插自己人，叫周小云啊，我们现在名字都还记不得啊。这个人啊，从金门拿1100票，他是在金门拿的哦。那你现在空叫到三重来参选，你跨尾 K 温双林波浪哟。我从小在三重长大的，我们三重你要提名空降的，你也提名云林人啊，你提名一个在金门参选的人干嘛？而且你对于所谓的党内的初选机制的不透明嘛，因为他要求李友仪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啊说对于初选的提名过程跟结果你不能对外公开。我直接讲了，现场洪建义就在选啊，他在初选啊，他看板设了多大面，干嘛公开？当然要公开啊，我要争取民调嘛，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公开的机制就是比民调嘛，那李友仪或周小云你要选就是比民调嘛，但是你却让李友仪说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不公开哦，所以怎么提名的李友仪是不知道嘛。我要李友仪我也退党参选了，我也要退党啊，因为你的游戏规则不透明，而且我们都说实在的，各政党的党主席为了维持政党的中立性，党主席的中立性，在初选基本上不介入了。洪建义多想要赖清德陪他合照啊，没办法跟赖清德合照，他只好说啊，那个支持蒋万安就支持郑丽文啊，郑丽文跟蒋万安帮他站台啊。为什么呢？因为名人加持，你就会觉得说选民就是啊，这个是你政党提名的。结果周小云弄了一个大大的看板，上面有黄国昌，有民众党，上面还没有注明是初选。大家以为说啊，你民众党就已经提名周小云了，所以这也导致李友仪的不爽不舒服嘛。所以整个黄国昌在党内的提名过程里面，他叫做公器私用嘛，他是用他的所谓的党主席的提名权，逼着所有人，你们要参加初选的人哦，不管你们过去跟柯文哲有什么友好的关系，跟蔡壁如有什么友好的关系，现在都要变成我黄国昌的人，我才会提名。周小云告诉大家这件事嘛，而这件事情会导致怎么样的结果？一，你的提名公开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没有公平的机制；二，你的政党的支持度啊，只剩下8.2%。我们都知道复数选区，譬如说三重那区有9席，每一个候选人至少要10%左右的实力，才可以足以当选哦。那你的民调，你民众党的民调只剩下8.2%的话，那我是民众党的参选人，一方面你的机制不透明、不公开、不公平。那二方面，我民众党对我已经这个旗啊印不好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旗帜？那对于李友仪来讲，我上一次参选了8万4千票才是我的基础啊！你民众党都已经小于我李友仪了，那我为什么不退党？那规划我可能的下一步嘛？那除了李友仪之外，其他人会不会这么想？如果整个的提名过程是一个不公开、不公平的机制，那黄国昌你要小心，很多现在在初选竞争的地方，他会不会因为这套机制的不公平，全部退党，干脆用无党籍来选？所以为什么会说在黄国昌的领导之下，会变成有一股的退党潮，暗流已经发生。OK，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一直讲洪建义登的那个广告看板，然后什么支持蒋万安就支持郑丽文。那个广告费我是要算在你头上，还是算在洪建义头上？跟我没关系啊，真的吗？没关系，那是你的广告看板啊。今天扣他的通告费。哦，这样吗？OK， 对。那初选大家都知道，初选过程未来来讲，你到处会看到一些看板。但是我昨天在节目也问了国民党的朋友跟民党朋友，就是大家各自都有初选的一些规矩嘛。他们那个规矩说什么？那个如果要是说愿赌服输条款是应该的，就是如果要是参加初选就不应该再有违纪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后面那一条好像两个政党之间没有看到有那样的一些规定，因为好像初选本来就是要公布嘛，类似像这些。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于来3个直接问一下，对黄国昌对民众党来讲，黄国昌自己会不会有涉及到法律上我们讲狗仔门啊所有这些事情？那个是他个人在未来。你说包括他自己的身份，他在政坛的发展这个影响，但对整个民众党来讲，这些事情会不会对民众党刚讲的支持度，第一个会有影响，第二个，刚讲到李友仪这件事情，大部分人在讨论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会直接把它冠上，因为李友仪毕竟在2024的时候是柯文哲要选总统那个时候，等于是蓝白合的一个示范区吧，某种程度摆在那。那现在呢，
现在有人说，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大家在各自派系上面，真的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对垒了吗？已经有这个味道出来了吗？你说他是加等 gado 吗？我扶持自己的人，就算你说我扶持自己的人，有什么不对？就是给他等加头，是吗？就是这个，我从2个情境剧来给大家观察黄国昌的这个在政坛上的动作。一个是主诈，我之前当立委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些陈情跟选民服务，诈骗一直在台湾非常盛行，非常猖狂。所以主诈最困难的事情是当事人不觉得自己被骗，那为什么当事人不觉得自己被骗？因为他看到的那个诈骗，我跟他可能是好朋友，我跟当事人可能认识哦，但是对他来讲，这个新鲜的家伙，他不知道他的背景，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他画了一个美梦，让当事人相信。所以我们要阻止他被骗这件事情很困难。这就是我在跟民众党的支持者沟通的过程，就是黄国昌他就是一个一直在骗的人。我讲这个有理有据啊。他骗了什么？他一直跟大家擘画着他的公开透明、科学、理性、务实，但问他是不是美国爸爸，是不是这个收钱质询，是不是有开公司做金流的这些等等疑虑，他是从来没有回答过的。那他公开透明去了哪里？我不理解嘛。那再加上他过去的这个政治行为上的双标，一下子说马英九这个去东沙群岛。是挑衅中国，一下子又说这个应该要叫赖清德去东沙群岛，他前后文对不起来，明显就是这个就类诈骗行为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在电视上讲，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前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在电视上讲，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前科。那你信不信，真的也只能看你自己。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玩股市很有趣，有些人会买黑不买红，就是你在跌，所以他会谷底反弹；有些人是你在涨，所以我要趁势而行。那黄国昌的情况就是从来没赢过啊！你要赌你就自己试试看嘛。黄国昌在2018年的时候担任新北市的主委，新北市议员选上0席。黄国昌2022的时候选上担任台北市这个党部的主委，台北市议员当年选上0席，所以呢，他急需一个位置，一个席次，一个议员来证明我个会红安怎，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把最有得票率、最高机会的选区纳为己用。开始算一算，算盘点一点，开打半天，3点6九这个时候。3点波他就进来说不好意思啊，这边我要放自己。不是放李友仪也是他当主席任内的政绩不算吗？不够自己啊。Not enough himself， 不够自己，所以他要找一个更自己的，他要确定这个人可以为己所用不然你何必在这个地方搞分裂？可是呢，长远来讲，这个我们从黄国昌个人的角度去分析，但是长远来看，对于一个第三势力的期待，其实我对黄国昌是没有期待，不期不待嘛。但对于一个第三势力来讲，我认为很悲伤，就是他又走上了过去部分小党产生的老路。一个宋楚瑜可以做亲民党，至少混了20年，才慢慢式微。民众党才20个月，被你黄国昌弄到快不见了。现在前一份民调剩8%，你要笑死了。那拿过300多万票的总统候选人，被你弄到剩8%，这个党主席我还不赶快辞职，这个辞一辞，畏罪潜逃了。为什么这样子讲？一个政党，我举例民进党，民进党有没有派系？有啊，我们也知道啊，初选也是杀得刀刀见骨啊。初选后为什么会团结？初选后为什么可以放下个人恩怨？因为他们是站在台湾主体性的第一大党，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子宣称的，在理念上。所以如果民进党崩了，就没有人在他们在这个政治工作者里面，就没有人可以继续扛着台独或者是台湾主体性的这个大旗，不论你认为他们有没有。那国民党也是一样的情况啊，不管你要讲他们的忠贞党员，或者是外省军团，或者是这一些对中华民国青天白日红有感情的这一个族群，他们就算杀得刀刀见骨，以前多好，出去之后就变叛徒啊，就这个敌我分明。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一些打打杀杀之后继续团结？那是因为理念的团结嘛，他不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啊。如果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话，那我初选结束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退党独立参选，或者是换党再选一次。这个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嘛。那通常这一种在蓝绿两党里面，
在政治场域我们会定义成被股仔，那至于被股仔的下场，不一定啦，有的可以当党主席。好，那怎么了吗？没事。我看大家笑得很开心，我想说是想到谁，我不确定。好，那所以小党它都会面临一个过程，叫做建立制度的过程。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就是决定目标、决定方向的过程。还记不记得4年前柯文哲在当党主席的时候，我们政论节目在讨论什么？嘿，恁提名嘿有迄个恐吓取财，有高利贷，有卖甘蔗欠钱不还讲了很多人嘛。可是柯文哲扛着在做，我认为那个是对的，他在建立制度嘛。我不知道北部有哪一个城市说，如果有酒驾经判刑确定不得提名，然后呢，结果后来有一个提名人有酒驾，那改成酒驾1次以下不得提名，那改成2次就可以，2次以下就可以，才不能提名。这个就是建立制度的规则，虽然困难，但披荆斩棘的前进者。我就问了，黄国昌担任党主席1年多以来，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做过哪一件党政改革？党的提名也好啊，党的主见也好啊，党的募款。那各种你们想得到的党的制度的修正没有，因为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就会打击或者是压缩个人英雄主义的权力发挥嘛。因为你建立了制度，大家跟你要求制度的时候，你就很难这个继续双标嘛。黄国昌之所以可以耀武扬威，就是因为他极度双标嘛。他如果有竞选外套，都要穿 super double standard 嘛，超级极度双标嘛。这个都有厂商想去怜悯了，你知道吗？所以黄国昌的存在，他掌权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允许大家，即便他是法学的，也因为他是法学的，所以他知道建立制度会造成他当权的困难。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旁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可惜。坦白讲，我自己也第三势力出身，我不能说我对民众党就是100%厌恶。我们讨论柯文哲、讨论黄国昌，针对他们在政治场域的行为跟立场不同，但对第三势力的确有所期许嘛。可是，如果他又走回那种去捡人家初选没过的，去做那种短多长空的，或者是要效忠党主席才能获得提名权的，那你就很快的，而且是急速的，在2年之内又走回那一些逐渐式微的老中青小党的老路。那这个是民众党的支持者所想要看到的吗？甚至在蓝绿的立场上面，那2大之间难为小嘛。你民众党要证明在中美之间你可以存活，你蓝绿之间本来就要夹缝中求生存。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是，民众党直接倒贴国民党，还倒贴到国民党现在不太想理他们，议员也争执啊，县市长也没有要让的意思。那这样子的倒贴，你到底我本来以为投你很风光，我跟蓝绿不一样啊，我非主流啊，我标新立异啊，我冲在前面，结果不是你给我冲浪，你结果涉贪啊，然后你养狗仔，那现在在蓝绿之间你要给我直接倒贴啊，这样子我就从非主流变成怎么样，变成这个不入流了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连民众党的支持者都有一定的反弹声音。那如果同样第三势力来，阿苗是你自己针对这好，有人就讲说，你如果真的讲在三重泸州那一带，如果已经有基础的人帮民众党能够打下一席，我就讲那还是归黄国昌他在党主席任内啊。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风险？就算他是什么4大金钗、5大金钗，我不知道，现在到5大嘛，对不对？本来不知道后来会排到第几名。对，反正就4大、5大金钗，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嘛。柯文哲他都不讲，虽然对他现在可能要专心准备他接下来有言辞辩论啊，所有这些事情，可是自己一手那个拉拔起来的政党，要看着他的民调这样，要看着人之间，好歹那时候李友仪跟他打过仗，因为我讲过，因为那时候2024大选的时候，李友仪那时候发言人也来上过节目，所以你会大概也知道各政党之间各自人才啊什么这些，柯文哲都不讲话吗？柯文哲当然一定会讲话，可是时机未到。柯文哲他有一个政治上的偶像叫毛泽东嘛，他不但亲自阅读毛泽东的书籍著作，甚至还跑到中国去，再看着这些毛泽东相关的历史文物去学习啊，去了解了哈。那毛泽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叫做25000千里长征，那一段时间呢，其实就是国共本来好，后来国共不好了。国共不好的时候，蒋介石要追杀毛泽东，毛泽东一路逃，所以从国民党党史的角度看，那叫25000千里大逃亡啊。但是从共产党的角度，那个是伟大的长征哦。一时之间虽然呢不得志，但是到后来，毛泽东是跟蒋介石比，他笑到最后啊。那所以柯文哲他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他的案子现在即将要进入这所谓的言辞辩论的阶段，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最需要去准备的就是处理他最终的言辞辩论最后一趴
被告发表意见的时候，那会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讲话。然后现在这个他们也跟北院申请要播送嘛，对，北院说宣判之后5天影片会上网，所以宣判不是决战点，是宣判之后5天开始大家剪影片的时候，那个就是柯文哲整个要投下去，要拉回所有镁光灯，拉回所有气势的决战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不会去处理黄国昌，因为他最专心处理那段，他一定自认为会名留青史、会感人热泪的那个法庭上的陈述了。那所以这个也是黄国昌最后呢，现在是怎么样？比赛已经进入最紧凑的时刻了。所以以黄国昌这位选手来讲，以我的了解，他的个性，其实呢，他的个性是，他只用自己信任的人。这个一路以来从这个太阳花到时代力量到现在，这是一路以来始终不变的性格，只用自己信任的人。所以武哥，你刚才问说李友仪他当选了，也是黄国昌主席任内提名了，这有什么不好吗？抱歉，黄国昌的思维刚好颠倒过来。李友仪能当选是不是？没关系，我弄这个周小云，他一样当选。因为黄国昌的心中，他会认为李友仪的8万票不是他的票，是党的票。所以呢，我今天这个8万票呢，是我党指挥要投给谁就投给谁。在黄国昌的心目中，李友仪一类的李友仪们，都会被黄国昌和柯文哲认为他们是来蹭的，是你蹭了我们的光芒，你才有这个票。如果当初没有柯文哲选总统，你不会有8万票，这是他的思维啦，一路以来没变过。过去他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一样啊，都认为说这个时代力量你们其他的这些人如果不是我辅选，你哪会选上？之前有一个录音档爆出来，黄国昌在内部他在评一个人叫曾文学，苗栗县无党籍。现在是无党籍，之前时代力量选上议员。你说在苗栗县选得上，我坦白讲今天在场这个我们好几位了。你说叫我搬去苗栗县选，我都不敢跟你说我一定选得上人家在苗栗县选得上县议员，而且干干净净选，是他的实力。但是黄国昌他在评这个曾文学选时代力量的这个党内的党职的时候，他的评语是：如果曾文学没有我黄国昌的配票单，他选得上吗？他是这样子嘛？如果没有我的配票单，他根本不会上。他是这样看别人的所以李友仪们，现在黄国昌要传递一个很清楚的讯息：黄国昌的想法，我这块招牌在这里你在我这块招牌下，你才有8万票。你离开了这招牌，对不起，他就叫你要读书就好好去读书，给你祝福嘛。以前时代力量里面有2个在区域选上立委，一个叫林昌佐，一个叫洪慈庸。他们退党的时候，可曾听过黄国昌讲好话、讲温暖的话，把他们挽留吗？完全没有。一个叫林昌佐，一个叫洪慈庸。他们退党的时候，可曾听过黄国昌讲好话、讲温暖的话，把他们挽留吗？完全没有。选上的区域立委他都不留了，李友仪你都还没选上，他怎么可能留？如果照你那样讲，会有多少你所谓的李友仪们，难道不会心寒吗？这要看情况，因为刚才在讨论说黄国昌到底4大金钗、5大金钗喝到几大，未来可能18同人也不一定他108条好汉。有可能他旗下的昌派越多，这一类的冲突就会越多。因为他的昌派不会去开疆辟土。他的昌派会去找已经有曾经开出过票了，已经开出过不错的票了，然后就要选那区。不然的话，黄国昌你这个金钗这个周小云，一定要三卢吗？这个新北市只有陈世轩一个议员，还有那么多其他未开拓，你为什么要选一个三卢已经有李友仪了，你要去插旗？因为这个地方曾经票开出来过，所以他的人要放在最有可能选上地方嘛。之前还有曾经有一出啦，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也是有一位这个时代力量的前台北市议员，他在选连任，然后呢，那个时候时代力量又提名一个同党的投放他那个选区，奇怪，你看现在连柯文哲的党他都不敢一区提2个人，你时代力量怎么能一区提2个？很简单嘛，那个人是黄国昌的人嘛，既然是黄国昌的人，一定要投放在有票开出来的地方啊。那所以黄国昌他以后如果变18同人，变108条好汉，
这绝对他们党内会遍地烽火，因为他绝对挑曾经开出过票的地方来弄。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啊，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在政治上面，一个政治领袖要强大，他要敢用同光谱的不同派系的人，他就会强大。这个你去看蓝，去看绿，全部都会应验哦。同光谱的不同派系的人，他若是敢用，他就越来越大。但是如果说你同光谱当中有些人不敢用，同党当中有些人你也不想用，你只用属于自己派系，那会越画越小。那黄国昌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嘛，他找了这4、5个金钗，每个条件很好，新北市那么多区，搭配李友仪、搭配陈世轩这些原来都选过的，你新北市一区提一个，搞不好都上，对不对？拱你这个母鸡选市长的话，也比较有气势啊。但是他采用这种重叠的方式哦，然后人家这个本来想跟他，其实我觉得李友仪应该是要先喊个价了，他可能不够了解黄国昌，他想喊个价，就黄国昌说哦好啊，要走就走，他可能也很错愕，他可能也想说怎么会这样？但这是黄国昌的政治风格，所以民众党所有的现任议员，他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你就是听黄国昌的，你成为他的仓派，你会有资源；不然的话，哦，那你可能像李友仪一样。那最终的救赎在哪里呢？最终的救赎在柯文哲宣判之后5天播出来的那个影带。如果柯文哲说服了社会，那么这一些非昌派的，他又有一个老大柯文哲可以去跟。但是如果最后一审判决他有罪，然后呢出来那个袋子呢又被大家所嘲笑，那么这一些非昌派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党很有可能就会上演时代力量的过去曾经的剧码，就是说一个一个灰心丧志会走掉。那这个是我觉得黄国昌他的性格决定命运了。OK， 张总一路看了政坛这么多政党之间，还有政治人物来来去去、分分合合，所有这些，你现在看到黄国昌现在带着民众党，包括讲李友仪啦，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凭良心讲，黄国昌的神经还有他的心脏要够强。像我们自己当律师，如果有一个当事人他会面临到有司法的一些案件啦或者什么，当然黄国昌现在你没有说他直接有涉及到什么，可是总是周刊报的有没有哪一些的案子有没有要办，因为他有被告嘛，是这样子。那个神就要非常强大，他还要兼顾党务这一块，而且还要一路带着这样走。那对他来讲的话，现在真的已经是走到了应该说民众党已经走到了未来那个三叉口上了吗？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差不多是什么意思？你要讲清楚。就三叉路口，你如何选择你要继续走下去的路嘛？所以看得出来，你从过去几个例子，你比如说比较我们说蓝营的新党、亲民党到绿营的时代力量跟台联，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可能有一段很迅速的过程，但后面为什么后继无力？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你们永远都只有不分区立委的时候，你们的区域里面的议员啊、乡镇长啊、乡镇代表是空的，所以你永远没办法去选区域立委，你只能靠政党，政党的不分区，只要政党出了什么大乱子、大错，那他的选举就崩下来。那现在我就觉得，民众党就走到这一步了，走到这个关键时刻啊。因为你看李友仪的退党，他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人的退党问题。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的党主席在选举过程当中有没有引起非议？其实重点是非议这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讨论过那个民众党的那个切结书，对不对？切结书，我发现各节目都红框飘了一个，都有去飘那一段嘛，就是说要严守啦，怎么样？还有一段是，你的那个未经那个选举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不得使用台湾民众党的名义，好去制作文宣等等等等哈。那一个是什么阶段？争取党内提名阶段。那我只反问一件事，请问你李友仪跟黄国昌在三重的合挂的那个看板上面有没有台湾民众党？没有，那是周小云。有啊，周小云有嘛？有啊，有嘛？周小云是不是在竞争提名阶段过程？是吧？他要选吧？
是吧？那请问是否经过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还把你黄国昌挂上去？那请问你公不公平？结果李友仪一辞职，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发言人。我这几天问过很多上节目问过很多人说，你之前谁知道李友仪是发言人？全部人都不知道。你的发言人呢？然后全部人都不知道。然后你的联合服务处是挂你的主任，然后看板是跟你主任，然后你叫人家签切结书，我不晓得周小云有没有签。如果有签，民众党可以把他检举说违反那个切结书规定最后一条严厉处分，请处分。我现在不晓得，所以大家会去质疑是你黄国昌的公平性。重点不是谁输钱，是黄国昌跟你嘛，那个合照的相片嘛，大家才会说你都拉自己人。之前不是大家还抱怨吗？他只顾那4大金钗，然后还在问你的钱从哪里来，他们的活动从哪里来嘛。那大家都觉得你不公平嘛。那今天就问一句话嘛，那个到底算不算选举的宣传品？算不算？那个不算吗？当然算啊。是啊，当然算啊。那决策委员会说要审议通过的啊，你们签的切结书，那就问周小云有没有签。周小云没签，你凭什么叫李友仪签？那上公，柯文哲会不会当初知道黄国昌的这些个性，所以那时候不是说他要入党的时候，要他签一个不要管党务？对，只是因为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柯文哲后来面对到了你说有涉及到金华城的案什么的，那没办法。所以党那时候就交给了他，要不然的话，是柯文哲本来大概就知道，如果要是让黄国昌接触党务，未来对民众党的发展会不利吗？你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想法应该也会有这件事嘛，因为实力是被他关掉的嘛，关灯人嘛。那你再看李友仪，李友仪是柯文哲提名的人2024年不是1月13号投票投完了？请问你一下，黄国昌，你2月3号，2024年2月3号，你板桥服务处成立的时候，你有没有提到要在新北扎根？你有没有提到跟李友仪合作扎根？结果到最后，李友仪在扎根，你一脚空降就要把人家干掉。你回去翻2024年2月3号，你板桥服务处成立的时候，你有没有提到李友仪？你有提到的。你说你要继续在新北扎根，要跟陈世轩、李友仪合作的。2024年2月3号，现在是2025年11月30号的时候，李友仪说我要退党。然后退党，请问一下，我不晓得在座的念博士有党籍限制吗？所以民众党党籍不能念博士。他在台大念博士吧，还是哪里？有哪一所？台大有说博士班念博士班有民众党党籍不得毕业吗？没有吧？当然。所以你说辞，我说因为我要念博士班，党职我没办法签，合理吧？发言人我没办法，合理嘛？不用退党，没有，他也没发言过他退党嘛？就是说我辞党职合理嘛？那念博士班需要退党吗？所以大家都画错重点，重点是那个党退党，好吗？因为念博士班没有党籍限制。当然，我陈柏惟激进党或是未来你看加入民进党，然后我去念博士班，我又不选举，我又不兼党职，那跟党籍有什么关系？所以告诉你退党那2个字才是重点，是我对你已经没什么寄望，我要走了。其实说什么念书那都是借口而已啊。其实说什么念书那都是借口而已啊。因为念博士班需要退党吗？
有必要吗？当然不用。你留学的时候，你出去念书的时候，你国民党你有退党吗？没有，有必要退党吗？没必要嘛，先留着。对嘛，没必要退党嘛。李友一定也知道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一定是在民众党里面投下了一颗炸弹，甚或会在国内政坛在舆论一定会被讨论到。他也知道这些，他当然知道啊。因为他选过立委啊，他也上过政论节目啊，他也上过，他还当过柯文哲的发言人啊，他不会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是存心要把这件事情先出来。当你决定要退党辞职的时候，他不会单纯的想说这件事情就船过水无痕，就这样过去了吧？不至于吧？不至于吧？那就你这样弄我好歹也要。我也要弄一弄吧。今天我觉得明明而死不墨斗深。我觉得洪建义今天的主张我比较赞同一样，我就是不退党，然后就告诉你我要参选初选。周小云来我们初选，就跟那个黄国昌呛下。好啊，如果是这样，这个会更狠一点哦。你说就应该这样，那为什么你有一不要这样？柯文哲搞不好也会支持他，就民众党里面也有人，就除了麦玉珍，那他会有怨言说为什么他要选台中市长，然后他们。党里面的人说他不要选，要不然初选 OK 啊。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说你今天初选，或许说李友仪的民调赢，但后面里面黄国昌的运作，会是什么样？不知道，不知道。他未来初选过程当中会用什么方式，你也不知道。万一他把你找来用协调的方式，用什么的方式处理，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民众党的提名的具体的办法出来啊。说如果协调不成呢，就初选就民调。OK， 这个民进党有啊，国民党里面也有这个规定啊。但是民众党我们没看到啊，你看到那个他们有一个公职人员的那个选举办法，提名选举办法里面，他并没有明确规范哦。不是，今天这整件事情不是在李友一个人身上，而是对一个发展中，刚才讲到第三势力，毕竟民众党现在是关键的第三政党，然后跟国民党说蓝白合之间，那未来要怎么样能够走下去？可是刚才阿苗也特别提到，因为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未来那个包括在言辞辩论的那一段，恐怕才是未来要整个大翻盘。那今天有没有看到最近？柯文哲跟陈佩琪两个人聊出来很多的东西，包括讲说要不要去搜一下赖他们家，而且他还讲到什么挂在他名下的房子呢？但有人讲说，是你们也有房子挂在人家名下吗？为什么要自己讲这些词？但是就表示好了，第一个，白营跟绿营看起来是不共戴天了，所以未来一定是跟蓝营之间的一些的合作，而这样一些合作，现在看到白营的状况是这个样子，你觉得未来他们的合作呢？白营跟蓝营的合作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前提是蓝营一定会希望跟柯文哲，而不是跟黄国昌。为什么？毕竟黄国昌虽然是现任的党主席，但换个角度来讲，他现在的人设，他现在的疑问，包含2月1号到期了以后，他后面面对的问题，真的是国民党要合作，我一定是找柯文哲，我哪有可能去找一个可能即将每天要辩论、每天要说谎、每天要公开乱讲话的？以后比较难约时间了，因为先要问北检，你们什么时候要约谈黄国昌，我再来跟他约时间。对，第二个我应该是讲说，李友仪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当然，我们用另外一个程度，柯文哲在这个事件的角色到底扮演是什么？这个层次我们没有人讨论过，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他要求李友仪这么做，毕竟李友仪是他的。那你觉得柯文哲会扮演什么角色？柯文哲，我今嘛是认为讲徛关山看马相谈。那换个角度，李友仪这一招叫做高等修理，第一个高等修理啊，反正我也不恶言相向啊，我就退党嘛。那可是我们的外行人看热闹，我内行人看门道啊。很简单的，所有的人，包含这一次，我也跟徐国勇讲，头家我对你20几年，初选要到了，让我挂。伊甲我讲呀，你是要害死我？我讲你哪会讲安尼？我秘书长，我让你挂，我其他的人我要哪改水？一样的问题。如果说周小云要挂，你要挂，刚才上公讲的党徽也上去了，然后你要挂，我想请问一下，你党主席可以介入初选吗？我相信国民党不会介入啊，好，你们自由发挥，党徽不要挂，我就争取国民党提名，争取民进党提名。但他们现在其实李友仪知道说，
包含他签的那个东西，你们仔细看哦。一般国民党、民进党最后面会发布民调，让所有媒体记者看，到底谁过关，谁没过关，赢多少输多少，这个走到哪里都有。但他们以交公信嘛，就是这样子啊。但他们的东西就一旦民调结果提名人出来以后，你不能把协调的过程、把民调的结果全部公诸于媒体，这是他讲的。所以我要告诉这个，我看这个地方就做 BI 啦。民众党是想吸取小草，那小草很多人有意愿要走政治，认为这个新政治这个政党有机会，我可能加入，未来我有机会选个里长、选个议员。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李友仪的固定实力就很清楚的是打脸你黄国昌嘛，对不对？民调结果如果公布，今天换个角度，他已经选8万多票，占40%哦，40%、8万多万，但你要记得哦。三重泸州是一个选区哦，他拿了8万多票，只有泸州哦，他是遇到泸州的妈祖婆林淑芬，他也破纪录了，让林淑芬降到60%以下，所以他拿了8万多票。今天我党主席如果真的我是一个公正的党主席，我会让他你在给人家顾啊，你继续算一定屌，而且我会给你资源。但看起来4大金钗，虽然我不喜欢这种讲法物化女性啊，但我要告诉黄国昌。后宫佳丽3000人，你告才条黄家3千几耶。换个角度回来，李友仪就是因为安尼切心，那没关系。所以我刚才又讲到柯文哲背后有没有什么指导等等，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阴谋论。但李友仪这件事虽然不同党，但我当时候34岁加入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有初选机制，所以我机会我这辈子想试试看，我试试看啊，运气好初选过关啊，运气好大选掉下被动算，一直做到现在20年。所以我个人认为李友仪这件事情，我要提他。怎么这么谦虚啊？真的，运气好。他出选的，我知道他要出选，我就不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来帮我辅选的人哦，我提名完帮我辅选，看到我民调根本不会过，连辅选到一半就跑掉。我那时候其实蛮灰心，但是答应我太太好好的把他选。是谁讲出来？不要了，现在位高权重。位高权重，我们更想知道。绝对不是上义夫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是讲，我替李友仪讲一句话，如同上公讲，我要是建议你，每个拿个高等再高等再高等，高手的修理黄国昌，我就是要民调，甚至于你自己做一份民调拿出来，我告诉你们这份民调是客观的，我赢了他几趴，我当选几率有多少，民进党就固定那6个。对不对？那国民党就固定那2个，那你要3个或1个，那反正就去做民调，甚至于把周小云做进，如果民调出来也鬼，拜托8万几票，只有泸州呢，扣掉国民党的上届选举候选人拿了7万7，他好歹拿了快1万呢。三重的人口数比泸州更多呢，那加一加1万7当选，为什么不能当选？所以我个人认为侯友宜那李友仪。我跟你讲，你现在如果没有退党完成盖表，因为一个新人本来就需要空间，但我也跟所有的年轻人讲，这就是你们认识的黄国昌，这就是你们认识的民众党，真的有机会是第3势力，是客观、公正、公平吗？我只能说黄国昌哦，他自己的金钗要选，你们不要忘记了，2018时代力量他负责操盘新北市，全部共估，而 Freddy 台北市的3个全部当选，现在当然只剩林亮君啦。所以在这个地方，黄国昌卖臭屁，有才调你去三重泸州选议员啦，看你会调无？无你来跟我拼，我若票比你较低，我死劲。你找个徐府来，那你说李友仪的事情不就跟杨宝珍意思一样？一个要读博士辞职，一个要读硕士辞职，那不是做好笑吗？所以民众党这个时候，我倒觉得黄国昌可能也是派红金芒啊，无才了替人看风水啦，但是换一个角度转来。黄国昌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做下去，我会觉得会有连锁效应出来。OK，Thank you， 你刚刚补什么？我补充一下，那个黄国昌在台北的布局啊，2022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是的确的让人家觉得他是给他等教他懂。就你冥冥之中你就觉得这个成语这辈子没有遇到适用的人，就刚好是指黄国昌。我就没有遇过这么给他等教他懂的人。黄姐的选区，他派人去选，因为黄姐退党。林颖梦的选区，他第一波提名派人去选，然后因为林颖梦退党，还有一个是应该黄玉芬的选区，他派人去选，林亮君，对，然后呢，台北市7个选区里面，台北市7个选区，6个选区有5个提名时代力量的议员。我问大家一个正常的操作，不用很高深的理论，
黄国昌在2022年的时候选前跑去帮黄珊珊站台，说他如果有一票，他会投给黄珊珊。请问对时代力量议员的选情是加分还是扣分？扣分。你们有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时代力量的议员出来抗议？如果有一天这个林涛在选，朱立伦跑去桃园站台的时候，我如果有一票，我会投给王义川或何志伟，林涛会不会起笑？如果有一天，这个林涛在选，朱立伦跑去桃园站台的时候，我如果有一票，我会投给王义川或何志伟，林涛会不会起笑？我管你是不是我老板，就起笑了吧？你要冲击我的选情呢？当然，你老板你自己这个主席还会不会当时代力量主席不知道啊？我还要选议员呢。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候选人出来哭？为什么他们不能哭？因为他们是黄国昌的忠诚支持者，所以你们哭没有用，哭了反而你会受到旁边的人的围殴跟斗争。第二个，选上的人会做什么事情？其实逻辑很简单，我今天如果是选上公职了，请问我还需要这个畏畏缩缩的跟在黄国昌旁边，像个小宫女或者是这个侍从一样吗？所以这种人呢，到后面我选上了，他们都会比党职还要大尾，他们就怎么样，干脆退党。然后呢，李友仪为什么要发文？逻辑很简单，我一定会选呐。要读书有在发文的。林涛也去读书过啊，左万庭也读书过啊，左万庭还在外面拍 Vlog 嘞，他有必要为了退党发文啊？他就是为了，我认为啦，李友仪就是要选，而且李友仪这就是会变成这个变意气之争嘛，那逻辑变，那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啦。本来是最有信心的选区，拿过最高的票，然后也有黄国昌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时出现，那是不是逻辑上他应该要锦上添花？当选几率高，大家要参加嘛。结果撕成两边除以2，两边大家都选不上。那这不是天才操作？那黄国昌你说不是来摧毁民众党的，我还真的不相信呢。所以什么叫给他等加斗？你不能够祝福离开的人，你派一个人就跟他选。然后你不能对他们说好话，不能解决过去这一些战将功臣，你把它当免洗筷丢掉，甚至都没有传出说经过未留或者是干嘛的都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你为什么拍一个人啊？然后他就呈现一个不好意思，我讯号不好，我等一下再回你啊，然后就不回了。但就放任这件事情发生嘛。林涛，对你们来讲的话，刚刚讲这是认识了黄国昌吗？这是认识了民众党未来的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蓝白合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刚才这个 Thank you 讲到这个主席来帮我辅选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他是主席之尊，对，他不可能只帮他子弟兵。通常要来帮我辅选，他都要排一整天。为什么？因为同选区所有都要。他如果要是只去你那就麻烦，只是跑到其他党哦。没有，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我是这样子嘛，即便这样，他都要照顾到其他人。即便是在同党，他都所有人都要跑一遍哦。第二个呢，因为呢，刚才提到那些人名有几个我真的蛮熟的，比如说黄国昌，跟他的4大金牌之一的那个板桥的林子宇，他表现也很优秀。可是因为黄国昌这个，或是说台湾民众党在板桥他在地没有已经经营很久的人，对，他当然派林子宇上很好啊，就是好好的经营嘛。可是三卢，我说真的比较不一样，对。因为李友仪上次他选立委的时候，我还跑到泸州的中医庙去帮他宣讲。对，那时候蓝白河是示范区，对，那就是蓝白河示范区嘛，所以蓝营的人对他来讲是有印象的。第二个呢，在大罢免期间，说真的，有一次我从议会龟山到这个新庄台一线，然后去买一个这个3重的小吃，我真的在路边看到他在公车站发文宣。他自己啊？他自己，OK，他自己背一个袋子来发大罢免的文宣。但是那时候他是说公投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代表他在地有经营，你怎么冲这样一个人跟他竞争？我会觉得在这个层次上就会打一个问号。板桥我觉得可以，但三卢已经有友谊了嘛，哈。那我觉得基本上刚才这个阿苗也讲到，哎呀，同光谱不同派系应该要广纳啦。可是今天你也可以看到，以前最挺柯文哲的张景生也发了一篇文章啊，他写说，你们这个民进党不要每次都靠杀柯文哲，就好像是帮柯文哲是逆行菩萨耶，对不对？那你以前柯文哲跟你 OK 的时候，你就闹他，那后来发现他有一个挑战度的时候，觉得他越来越大尾，会影响到民进党政权的时候，就不行，狂 K 他，海 K 至今。所以我觉得张景生讲一句话，我也觉得真的是值得思考。
还说民进党这几年打柯文哲打到自己的论述很贫乏啦，就打柯文哲而已啊，那么廉价的一个状态。可是话说回来，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柯文哲把原本一些浅绿或民进党一些年轻的选票真的移到蓝白，或者蓝白可以触及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对比今天刚好这个我讲了从大罢免到今天民进党的发言人要换人，其实过去上报的幕后的报道也写了嘛。很多民进党的党工对于现在刚才这个建议哥提到徐国勇也好，赖主席也好，对社群的干涉度是让这些青壮世代没办法发挥的。那当然就是蓝白的一个实力，蓝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回到看起来是蓝白这一次在2026的组合，我觉得一个关键一个立场。不能为和而和，你是为赢而赢嘛？这句话才是重点。你一定是为赢而赢。如果今天台湾民众党的人可以赢，你当然要提他，因为他是可以赢的嘛。那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在整个民调上是占上风的，那当然也要尊重国民党。可是我真的要提醒一件事情，单一席次蓝白合的可能性是一定要极大化的。可是多席次，比如说。各区我们都看到议员，这个台湾民众党要提名，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战策略。可是议员多席次，这样还撒下去，不见得是最佳的策略啦。因为你这些撒下去，你看到嘛，2022也撒过啊。可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到了2026年还能不能维持那个态势，基本上就是看各自的表现。你刚刚讲我不能为和而和，应该要为赢而赢。那你也听到白营现在有很多白营的人，不管从蔡壁如这样，有很多人都出来讲说，那如果这样什么都归你蓝营的，那大家和什么呢？那我们等于只是帮你们大家去抬个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大家还需要和吗？就如果因为民调看起来蓝营一定大部分啦，应该绝大部分会占上风，尤其是你说单一选区的县市长或什么，那白营现在就已经发生这样子了，那对你们来说未来和会不会有点前途蒙上一层阴影？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民调是第2、第3名，我们就提名他吗？就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蓝白合的讨论到现在是说我让不让，而不是能不能赢的话，那这层次的讨论会觉得很局限。但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看起来像宜兰也好，陈琬惠委员、吴宗宪委员跟在地的议长，大家都有各自的讨论的空间。那荣获大家各自表态表现之后，在农历年前，我认为在蓝白各自的中常会核定机制之后，在尊重每一个候选人他自己的选举策略。OK， 我只补充一点啊，因为卓冠廷、戴伟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我们党内的规定，任何民进党的党工在他当选的就职前1年，就必须辞去党职。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要参选，然后还身兼党职，这个叫做政党的中立性。这刚好就是黄国昌跟国民党所缺乏的。OK， 整个。阿苗可不可以很简单回应一下今天在媒体上《镜周刊》讲到黄国昌、李丽娟那件事情？其实以法律上来讲，李丽娟到底是不是凯斯国际的实际上的负责人，或是我们讲所有的利益是不是最后归于他，或是他只是一个私塾老师，或者他这个，如果真的整个检方要调查，这是很容易论证出来的吧？对，现在的关键就在于何时传唤李丽娟，以及李丽娟如果被传唤，他会讲什么。那我是不知道到底李丽娟传了没了，但是传李丽娟之前，当然要先巩固周遭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曾经在不起诉书中出现的那4位，那个跟拍王义川的狗仔，那他们的证词里面去指向说，到底是谁在指挥他们工作，到底什么时间要去拍谁，谁开始拍，什么时候收队，那要看他们讲了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于李丽娟，她这间公司。到底真的是他公司还是人头？那接下来就是要看当初这个公司设立的时候那些登记的相关文件嘛，以及呢每个公司登记不是有个资本额吗？这资本额在当时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拿出来？谁出资还是说其实只是纸上出资实际上有没有？这相关的要先巩固了，巩固之后走到传唤李丽娟这一步，当然就要看李丽娟她在侦查庭内怎么样去做表述，那这会决定。黄国昌的这个断点还是断点，或者是可以直接连到黄国昌，这是最大的差异。那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他们好像很坚持那个高市私塾一定要继续开，这是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已经被人家发现说你这个设有违法安亲班、违法补习班的问题，然后又找到这个李丽娟，她就是你这个安亲班高市私塾的老师，然后高辉又自己报说，哦，这确实是我们高家子女安亲班，那你搞了半天，你这个还要硬要搬到一个大楼里面去，还要继续搞这个高家补习班哦，我个人是觉得啦，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子做哦。那也可见就是，也许高家也觉得对这案子相当有信心了。无论如何，到2月1号之前，黄国昌都还是立委嘛。哦，那真正也许在这个侦办的节奏上面，关键点在于李丽娟这道防火墙是站着还是倒了，这就决定黄国昌的命运。OK， 那对国内来讲的话，2026、2028恐怕在这一场战局里面，战争跟和平之间大概会是很重要一个论述点。包括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然后在当选以后，你说不管是邱季啦，或所有这些一路以降，那出现你说像何英路啊，所有这些相关一些发言，Thank you。有媒体上在讨论这些，就讲老共那时候一直有一个思维是讲说打不如买，买不如拐，类似像这样，就有那我们担心的是说，有人讲说就第5纵队或从内部被裂解，可是国民党包括从郑丽文就告诉你说，台湾绝对不能发生战争，国民党会想尽一切方法要阻止战争，国民党要带来的是和平，你怎么样去把这2个论述要摆在一起看？国民党当然是谁不希望和平，对不对？领奖的时候，金马奖、金钟奖、金像奖、奥斯卡，给你拢 love and peace 啊，谁不喜欢和平？怎么和平嘛？我之前提出一个叫做这个台湾投降论，就是说，如果台湾投降了，世界就结束运作了吗？时间就停止了吗？没有。那台湾在地图上，它就会变成红色的。那离我们最近的炮弹在我们右手边，离我们最近的 F-35联队在冲绳，离我们最近的弹药库跟潜艇中心在菲律宾，比金门马祖还近，比东风飞弹现在离台湾还近。那台湾变成红色之后，是暂时的和平，还是接下来第一个被打的地方？我们看到乌克兰，我们现在以为泽伦斯基，我们现在在讨论泽伦斯基，当然是在捍卫乌克兰的领地主权啊。但是乌克兰在选举的时候，泽伦斯基是讲和派的，他当时他的对手是严厉斥责俄罗斯透过经贸、透过这个买地，甚至是透过政治影响力、假讯息影响乌克兰。结果那一个总统没选上，泽伦斯基得票率是70几%，70几%选上之后，大家觉得好啊，要和平了，对啊，打起来了。所以乌克兰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弹劾绝对不是和平的最佳选择，而是厚植实力。然后做好准备，避免一切假设性的情境嘛。这个是我们萧美琴副总统昨天接受专访讲的。我不假设会不会打起来，但我要避免你们要做的那一个假设情境。所以就是从军备，从这个民防，甚至到友军有盟友的建立，国际关系啊，其实台湾政治这个东西真的不是第一天讲，大概已经讲20-30年。我相信郑丽文在蓝绿之间，他是一个论述非常弹性的人，极独到极详。所以呢，不是吉祥如意那个吉祥，极度投降啊，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个过程。那总归来讲，我很幸运在这很短的时间，经历过这么多极端论述的上去或下来。其实台湾啊，你讲蓝绿或是统独啊，反而我认为是投降派跟独立派这2边会走向极端的论述。你说统这个字已经不存在了嘛？你要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像游锡堃讲的啊，要不要先去统一新加坡？那要不要拿来统一日本？三民主义这么强，要不要统一全世界？这三民主义如何统一中国？那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的时候，那统就只有被统啊。那如果要被统的话，不就是降吗？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凝聚的共识是反降。这就像是中国他对台湾的容忍度也就局限在反独，然后呢，在中华民国这里存在一个模糊空间。所以我一直在想，有一些国民党的老先辈老先角，他们在讲的时候就我反对台独啊，台独都是坏人啊，妖魔鬼怪啊。那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只要不独立，随便你要怎么在里面搞嘛，你们要民主要杀回，这个是最大的模糊空间。但是支持独立的人是那你就透过中华民国跟跟中国国民党这些桥梁，让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存活的空间嘛。昨天专访也讲很清楚啊，世界上只有11个国家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邦交国来算，我们就没有能够行使这个身份的权利嘛，我们就没有加入联合国。
你不管日本100%投票，美国100%投票，任何国家100%投票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你台湾没有提出申请就是进不去啊。那永远会在这里打死结，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一些永远，坦白讲就是一个死回圈。好，那现在逻辑很简单，对外的部分大概都是板上钉钉在那边的嘛。但是对内能怎么做？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打不如买，买不如拐嘛。对内其实这几年，我们当然很忧心的是，认知作战、错假讯息渗透的这一些灰色空间作战，会让台湾的民心失乱。然后呢，支持台湾的拥护者又会陷入说，哦，你反对认知作战，是不是就是在帮民进党讲话？他就贴你侧翼青鸟等等的标签嘛。可是其实你往好的方面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上网看到讯息的时候会先去查人家是不是台湾人。可是其实你往好的方面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上网看到讯息的时候会先去查人家是不是台湾人，会先去做这个叫做自律的能力，滤是过滤的滤，我们会自己反省说，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有没有网军的存在？台湾的抵抗力，如果说它是网络假信息的疫苗，我认为台湾是世界上前几名的，真的我不骗你，甚至夸张一点讲第1名，我觉得都不为过。你觉得其他国家的人他在滑手机、滑短影片的时候会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 AI 吗？我查一下它是哪里来的讯号。这种事情，独就只有在台湾有，也就是说，在最强的病毒渗透病毒前面，我们产生了最强的抵抗力跟疫苗。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岛内台湾金塔的人，有人在利用这个病毒嘛？就你在选举的过程，其实我认为黄国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认知作战，我今天讲一个逻辑理论给大家听看。认知作战，它要作战的不是你的认知而已，它作战的是你的情绪。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实只有一个，情绪影响你的感受，感受影响你的认知。所以对一个事实来讲，我们会产生2个不一样的观点跟看法，这个叫认知的不同。所以他在作战是你的情绪，他让你仇恨、厌台、以美啊，甚至这个仇日等等的，造成他的被动政治效果。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蓝白的确有迹可循，是因为有利可图，是因为他们是坐在在野党的站在在野党的立场，所以只要能够削弱执政党的光环，对他们当然在选举市场上面有利。但是我们始终担心的事情是，当蓝白没有表现出巨降的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不能够完全的信任他们，在取得执政权之后，能够为我们继续保家卫国。因为巨降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底线，这也是为什么蓝白的主席啊，只要提到这个就是什么两岸一家亲啊，然后什么9·2共识和平条约这一些的，这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认为绝对不能答应的死线。而这一条死线在蓝白迟迟不愿意放弃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不能够去拿到他们的这些利益，他们不放下，我认为至少对我个人呢，我就不能够放心的交给他们去执政，他们只会用反问的方式，就是说啊，我哪里卖台？我看起来像共产党吗？啊，你凭什么说我卖台？啊，不是啊，你没有拒绝那些东西，没有拒降，好，所以总的来讲，台湾的主权今天不管是在郑丽文啊、何英路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下。在内政问题的关卡是这几年的交战重中之重，而在外部的力量里面，我坦白讲，你曾几何时看到日本、美国又再一次的这么的挺我们？日本挺我们是挺到75%的这个高市早苗的支持度，这个是那菲律宾史无前例的在加强战备军备，现在弹药库也要去弄，潜水艇也要去弄，不只为了南海，同样也为了第一岛链。逻辑很简单的，我之前在国防部质询这句话，大家当笑话，争论骂，这就被讨论了一阵子。我说你只能有一个选择，但到底是中国好打还是美国好打？你如果只有一个选择的话，你问我当然希望永保和平啊。但国际现实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你要跟谁为友，跟谁为敌，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吗？如果有一天，我当然希望台湾能够自主独立行使我们台澎金马这一群先来后到的不分族群、不分这个认同的。在讲两岸一家亲之前，可不可以先把蓝绿一家亲这件事情搞定？可是问题是，台湾的极度撕裂，谁讲这句话，谁就会被认为是敌人。云涛，对于和平，什么样的是你们要的一个和平？然后郑丽文说，台湾不能变成乌克兰。
你们会巨响这件事吗？我觉得2件事情，巨响当然是一定的，但是重点是现在当赖总统出来讲1.2兆的预算的时候，他从美国先说服美国人，再回来说服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时候，他的脸书是他自己改文呢。他说你们不要讲说2027一定会打，他说的准备，你不要改文啊，文是你改，脸书是你自己的，代表你前面在贩卖抗中牌，后来又觉得这个牌卖的太多，所以加了的准备嘛。一个总统军无戏言，还在改脸书文，大政方针，怎么可能的准备还加上去？我觉得国人不能接受。第二个，郑丽文主席当然在选主席的时候，确实在两岸的路线比较激进。可是他在当选之后，跟各管束他的路线已经有很微妙的调整回来。那今天我们只是说，你要拿来立法院讨论的时候，他讲说，哎呀，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不让大家讨论，重点是你要有东西讨论啊。我看到民进党发言人还讲说，哎呀，你这个顾生命钱呐，要先有保险呐，你要保险。可是你这个保险拿出来，它的保单的内容、保单的期限、保单的范围、保单的金额都没写啊！你这一张是什么？空白支票。说不管了，我们就来讨论这张空白支票。那请问蓝白怎么跟你讨论？现在在讨论1.25兆到底内容是什么？而你有内容之后，大家就可以讨论。因为蓝白过去在立法院是高度支持国防预算的。OK， 来一下郑丽文主席的发言，像刚林涛讲，那选举是一回事。但是等到当选党主席以后，他的发言有比较趋缓一点吗？那这个过程当中，但你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国民党当选了党主席了。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很多方面，应该是他会有能够决定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往下走，你会看到怎么样？最近这一波从河阴路后来好，你说呢？包括民众党有一个许春英，然后。这2天又有那是有一个叫潜力，那时候是在一家电子公司、高科技公司。然后今天媒体上出来是他因为他的武统的一些的发言，整个拿掉。他是直接说要给老共在台湾一个执政的机会。最近这一类的发言是不是看起来一天到晚还是充斥着这些？没错啊。河阴路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郑丽文在选前跟选后，其实给这些红统派人释放一个讯息嘛，这个讯息是非常强烈的哦。以前讲9·2共识，我直接讲，国民党至少都会讲一中各表。现在郑丽文当选之后，他怎么讲9·2共识的？两岸同属一中，然后再加上萧旭成副主席讲出所谓的1国2区，然后再加上你们罗志强要在立法院里面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可以来台湾中华民国来参政，那你是不是对中共那边释放一个强烈讯息？我们往后说，但是和平是往后说，我不要说投降，往后说可以换来的吗？我直接跟国民党的人士讲啊，不要幻想。对于中共来讲，只有一条路，1国2制台湾方案。现在整个9·2共识在中共的解读里面，就是1国2制台湾方案。你们去刷 TikTok， 他们还建议台湾人赶快提台湾方案是什么？一堆人一堆小粉红开始讲说我们要派中国的官员来做所有的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统战模式。但是郑丽文却是不断的往后退到我们没办法再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河阴路为什么退到他会认知到你郑丽文不要骗人，你骗中国人也骗台湾人没错啊，你骗台湾人说没有1国2区，一国叫做中华民国，到对岸就说1国2区有两岸同属一中，你就骗来骗去嘛。河阴路就是要国民党讲清楚。他的主张很清楚，他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国民党你要不要打模糊牌？而这种模糊牌，中共要不要你打嘛？中共也不让你打嘛。中共不管你是台独、台湾国、中华民国、台湾，一中各表，各表一中，一中同表，全部否定。他们只有一个方案，1国2制，要不要接受？这个东西不是你往后退嘛？刚才讲到说我们要肯定柯文哲，我来讲一下柯文哲对于和平的说法。以战逼和啊，跟蓝白合一样一样是以战逼和啊。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说，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不求战嘛。什么叫备战？你只要能够战，你只要准备好战争，对
对方就不敢打嘛。为什么刚才有说到说啊，买台湾不如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如果现在国民党不断的往后退，会让中共有一个心思，就是我不用打台湾了，我直接买的比较快，我直接用骗的比较快，用炸的比较快。这些东西都会释放给对岸一个错误的讯息嘛？那你可以检讨说1.25兆的内容，那送委员会去审啊。送委员会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1.25兆买到什么武器嘛？我也很希望知道啊。但是你们为什么连送委员会都不让他送委员会？而1.25兆真的多吗？中共每年的军费叫做8兆，每年军费8兆。它每年以7%的速度往上增长，每年增加到6000亿。我们是跟这样的国家在竞争哦。刚才讲到柯文哲讲说备战而不畏战，如果对方不断的加速他们的军事武力，那我们的备战是不是也要跟着不断的提升？所以2027年你们不断的打赖清德，2027年你去看所有美国智库的报告都为什么算2027年？他们用最危险的方式在做兵推嘛。2027年，中共已经有足够的武力攻打台湾。如果你台湾如果不再加强军备，他就来打了。他每天都想要打你台湾啊。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被打败来台湾之后，从国民党中华民国在台湾建国之后，迁移台湾之后，他哪一天不想打台湾？是有没有能力打嘛？所以我们要不断让中共没有能力打台湾，而没有能力打台湾。我在讲柯文哲这句话：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不求战。当然没有，明年是国共论坛20周年。是。那有人在讲说，这个国共论坛在明年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而且明年又是大选年。你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一些的角色？而最近我刚刚讲，你说从何英路到徐春英啦，包括现在讲那个潜力啊，类似像这些，但是何春英这件事情最怪，因为它中间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的问题。一般我讲，如果涉及到司法案件的问题，大部分人政治人物基本上就是尊重司法，然后会讲一些就是勿忘勿纵啦，类似像这一些。但这次看起来，白营队上黄昌就直接说赖清德下指导棋。就直接把这个要连接到柯文哲，就是什么类似像这一些。那对这些为什么会有让大家觉得为什么这次白营在这表态特别强烈？那个从大的格局来看哦，其实大家不用拘泥于一些用字遣词的问题啦。现在全世界的军事智库，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台湾啦，我们都知道。所谓的2027就是中共它具备渡海攻击的能力。我们推算因为我们从它这几年来，它新的舰艇、新的飞机，还有建军的相关的布局，大致上你可以知道说，他们这些新军成军之后，剑指的就是所谓渡海攻击嘛。那它渡海攻击最有可能要攻击的对象是谁？我想。排台湾可能大家不会有这个太大的争议，所以为什么讲2027这个时间点，它不是说已经规划好一定马上会攻台，而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建军的进度在这里，那我们自己做什么准备嘛？因为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啊。那现在敌人的情报我们掌握下来之后，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准备？从这个格局下来看的话，你当然也知道。中共也知道我们要做准备，对不对？你看赖清德总统，他对国人开记者会，在华盛顿邮报投书，都讲我们要做准备嘛。那你觉得习近平难道会不知道吗？他也知道，所以这就像两边下棋对弈，一方有行动，另外一方有反应，有了反应之后，另外一方再新的行动。所以明年2026年，中共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散布一个叫做打不赢的氛围。因为现在我们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心防、心战，很重要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刚讲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居安思危，对不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说呢，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这些是心战嘛。那中共要破你这个心战，要做什么？就是告诉你再怎么准备都没用，你死定了啦。就是讲白话讲就是这样嘛。那他怎么样带这一种？干脆不战而降，反正一定打不赢，所以投降是唯一一条路的氛围，政治是很重要的。所以在2026这一仗，我不是说国民党怎么样我是说共产党，一定希望在台湾比较亲中的势力可以大有斩获嘛。那如果国民党
他自己选择要不要做亲中的势力，那是国民党的选择。但以共产党的战略，他就是要让台湾的亲中势力大获全胜的时候，他势必会选择跟他比较靠近的人。那这时候就有学者提出来说，他会不会这个在郑丽文的这整个的操盘之下，那两边会怎么样的可以相互来呼应，然后取得台湾人民好的这个你要说是因为害怕而投也好，或者是因为听信了说只要和谈一定会有好处也好，这样的胜利嘛，因为在这一点上国共的利益是相通的那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从小都被国民党党史嘛，国民党党史上之前曾经第一次有联俄容共，第二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也跟国共就是相两合作嘛，这两次合作的结果都非常不好。因为第一次联俄容共之后呢，最后发生什么？蒋介石清党，宁汉分裂，然后呢，造成了非常多的国民党内的问题。那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果更不好，因为呢，最后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中国继续国共内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很简单，因为共产党的性格，从他创党以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一直没有变，就是现在打不赢，我就说要跟你谈。等我打得赢，我就打死你。这就是共产党，他没有变过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共产党会一直释放说，请台湾接受9·2共识、1国2制的前提，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合统，因为现在还打不赢嘛。但是我们若这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进步，等到共产党有一天他幻想他真的打得赢的时候，他又固态复萌啦，跟前2次国共合作一样啊，打得赢的时候我打死你嘛。等到共产党有一天他幻想他真的打得赢的时候，他又固态复萌啦，跟前2次国共合作一样啊，打得赢的时候我打死你嘛。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面看到的，所以现在释放出所谓的要谈要和平，和平这2个字，我想100%的人都同意啊，没有人说不要和平，我们都同意。可问题是讲和谈不要讲幻想，和谈是什么条件，对不对？和谈是什么条件嘛？很多谈和谈的人都不会讲是什么条件。这就是美感之所在啊！因为中共的和谈条件就是要你接受1国2制、1国2区、一个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嘛。那如果我们去做所有民调，反对1国2制、反对一个中国、反对统一的是主流民意啊，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去谈？对不对？我们去谈绝对不能是违背我们主流民意而谈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黄国昌他对于徐春英的事情因为他的政治思考是非常短线的，他在想的是不是新北市长选举？我认为他在想的是柯文哲案宣判之后，他的思考已经到了极短线，几乎到了政治当冲客的程度了。所以遇到徐春英，他就是吸反射啊，都是赖清德，因为政治当冲客他就是在几秒之间做反应的嘛，他想的是极短线嘛，所以凡是遇到了有问题的事情，先骂赖清德就对了，这是他的吸反射的主张啦。但是我觉得以徐春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像新北检讲的说反渗透法真的有这个问题，那上这台车肯定是错的，因为台湾的民众有蓝有绿有白有5颜6色，但是绝对不是中共红，讲白就是这样子。任何一个政党，你如果牵涉到包庇渗透、包庇共谍，你这个政党不要玩了吗？那请问一下，那有人在媒体上讨论那个徐春英他跟所谓的中华两岸婚姻联盟这些，他们就跟你讲，那民间交流啊，那会有什么样一些问题吗？民间交流当然没问题，可是按照我们的法律里面规定，你不能够拿对方的钱或接受对方的指示跑去借选，这个借选就是红线嘛。你可以这个拿对方的钱，你说济贫吧，然后这个救助社会弱势吧，这个也许还 OK。但是如果说你是对方资助你到了这个假设协会或到你个人，然后你上台为他指示的对象说大家一定要盖票给谁，这个就是法律的红线嘛。所以民众党他已经踩这条线2次了，上一个是一个叫马志维的，柯文哲去帮他站台挺他选立委，结果查出来他拿中共100万来选，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徐春英其实照讲啊，已经是这个党卡到这个问题第2次了，应该有个 SOP 处理，可是黄国昌却这个好像把他力挺到底，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因为徐春英这个人哦，连蒋万安都知道要切割啊。蒋万安，我昨天看那个简舒培咨询他的影片，简舒培议员提出说，这个徐春英是蒋万安把他聘为我们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外聘委员。蒋万安本来还说忘记了，他说是前朝他想推给柯文哲，结果资料一核对，明明去年林延凤才问过他，他应该是知道的啊。结果后来这个蒋万安他一下面子挂不住，开始跟简舒培互骂的时候，骂说啊你民进党才有共谍。蒋万安也知道徐春英这个人要切开嘛，那黄国昌你怎么会比蒋万安更懒？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当然是不是剑指说黄国昌要在蓝营里面超越蒋万安的地位，我不知道。但重点是，其实从政的人稍微看中长线一点啊，跟中共站在一起染红哦，绝对是最不智的。您要不要先回应一下刚才讲说，包括和谈很多的那些是国共之间共同的一些想法跟未来走向？不是和谈，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路线是国防跟对话，你再怎么样，两岸的去风险化都是大部分民众希望看到的，所以你不一定要去谈什么和谈，什么接受人家的，我反对1国2制啊。那重点是你应该要让区域是去风险化，是对话的，这是一个基本款。第二个我实在觉得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啦。2022也是抗中保台牌，2026看起来也是来了。2022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中国棚我们打得多火热，对不对？沈土城这一次的中国熊我们打得多火热，就是要告诉民党不要再打中国牌。然后呢，其实我看有一些内幕报道，有一些蓝营的人是在讲说，哎呀，不会啦，民进党他一定会把这个神主牌放在2028打，不会在2026。错了。现在就在打嘛，我就问哪一个县市要清什么钟啦？从2022现在又要2026了，他要卖什么台？他已经任期要结束，他有卖到什么台？所以真的不用再打抗中保台牌，而重点就是一个国防我们一定支持，可是两岸真的不要老死不相往来，正常的交流对话应该持续，让区域能去风险化。OK， 这一段不收你的广告费。建议你会登那样的广告，说什么票投蒋万安就是支持郑丽文，你的广告是这样对吧？是。好，你会登这个，一定表示你觉得这个对于郑丽文一直以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发言，对于在2026要选举的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你才会打这个。是。那从柯志恩在南部，然后跟郑丽文同台的时候，柯志恩虽然讲说投他是支持中华民国，可是郑丽文敢大辣站在柯志恩旁边，就直接说，对，票投柯志恩就是支持郑丽文，当然也加那也是支持要和平啊，要什么中华民国，类似这些。所以你那个整个思维到现在，你还是觉得，如果照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对于国民党要参选2026，尤其县市首长，会很不利吗？其实何英路这一次的事情凸显了一件事。他今天所讲的我不玩了，那当然现在吴宗宪文传会的主委他也跳出来讲说这是他自己家的话，是啊，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现在在帮郑丽文洗地啊，找合理的借口。那回到蒋万安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认为，身为一个首都的市长，人家现在不是在遥遥的对岸跟你所谓的心脏喊话啦，在那边恐吓你等等，他现在已经亲门打后到台湾。包含郑丽文所讲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那现在吴宗宪说他是诱导，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那时候在质询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你是台北市的市长吗？你认为你现在未来到两岸论坛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其实我就是这个，但我很肯定蒋万安，我是中华民国台北市的市长，我也是台湾人。这个我给他肯定。包含郑丽文所讲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那现在吴宗宪说他是诱导，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那时候在质询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你是台北市的市长吗？你认为
你现在未来到两岸论坛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其实我就是这个，但我很肯定蒋万安，我是中华民国台北市的市长，我也是台湾人，这个我给他肯定，因为你敢讲。但后面的问题，当然我在问他，他避重就轻，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应该是讲说，合理化洗地，现在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做的。郑丽文绝对不敢对外。如果国民党讲你那你的文传会讲啊，那是吴宗宪跟你讲的，这我不清楚。但吴宗宪大家不要忘记，他的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之前是检察官，他是法律人。他说我们只支持了所谓的一中宪法。那一中宪法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个东西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我要让蒋万安很笃定的，你的立场是跟郑丽文不一样。所以他现在合理化的情况下，包含一国两区等等的问题，其实对一个法律人来讲，我说真的，他没办法回答，他也没办法去帮郑丽文给答案。但讲回来，中国国民党今嘛对我们来讲，讲了打不如买，买不如拐。什么最便宜？拐最便宜。打不一定打得过，这就回归到刚才所谓的国防的问题。待会我再回答。打不如买，买不如拐。所以那不是国民党说的，那是媒体上有在评论说，媒体上说的，会不会这样想？对，一个自由广场里面的一个报道里面说的。但我应该是讲说，现在这个东西写出了写出了共产党的心里面的想法。但是这种事情要骗，我要拐一个人，我要骗一个人，也要有人被我骗。那现在被他骗的是谁？我个人感觉郑丽文、傅昆萁，这不就是一个在立法院捣乱我们国家所有的政治上的一些问题？那郑丽文对外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那现在躲起来不敢讲话，拜吴石等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所以我认为说，他们现在讲说对台湾来讲说，台湾不堪一击啦，中国不可挑战啦，甚至于反中会害了自己。这讲到他们他们的国庆日是10月1号，我们的国庆日是10月10号。他们在1949年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凭良心讲，哪一天不想要打我们？但从头到尾你也知道，这种东西都会兵推，我们赢的机会大到最后面他们不敢打，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武器，有什么，这都在兵推的范围内。如果我们一直不增长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设备，好比说我今天要打博雅，我哪知道他手上有什么东西？他如果有武士刀，我也不敢打他。他要拿武士刀，我一定要拿枪啊！我拿枪，他拿大炮，我哪敢打他？所以这种东西，国防在1.25兆8年，平均1年1600亿。无非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防卫能力，但国民党现在的情况就很清楚，你应该去告诉中国大陆，我们是一边一国，你要和谈，你不要跟我们打，你不要来打我们，你要尊重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什么武器？现在在国防上面买卖之间有所谓的一个保密条款，我跟美国买什么，我现在怎么跟你讲？那立法院当然这种东西是属于国防外交的东西，你林涛刚才讲说，那你又买什么东西？你让我们讨论呢？如果是什么东西都要讨论，那换个角度，今天买这个国防的东西是要保卫国家，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底在哪。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情资会拿到。那情资拿到，大家没有在台面上，台湾没有所谓的保密条款违反的规定。你现在买的东西是公开资讯的 F-16B 66架，然后呢，爱国者3型飞弹。难道这都是国防部传出来的资料？那你今天讲说，通通都不要讲，什么东西都随便买，都不能跟国人讲。国防部讲的这些东西，我应该是跟你讲，这些东西难道不需要买吗？不是不是。今天我今天没有说不需要买，是你说买了，可是不能告诉大家我买了。你有些东西是不能拿出来讨论。中央政府跟大家讲说，我们买了 F-16B，有些资料就不能公布，有些资料就要保密。所以为什么不送国防外交委员会自己有保密的协商会议？那就按照立法院的保密协商会议。你们有没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不是空白资料。你们有没有国防委员？不是空白这个。你们有没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如果今天送到委员会去讨论，难道这些东西不会出来吗？没有版本啊！你有怎么样没有？对，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现在在玩一个套逻辑就是说他在讲说他要看资料嘛，对不对？可是立法院要看资料，你至少要有这个预算案提进去复委了之后，到国防外交委员会开机密会议去看资料嘛。那可是国民党现在又说，那我不要他复委，我就挡在程序委员会。那挡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看资料，他就可以抱怨说没有资料，所以我不让他复委。这个是一个套逻辑啦。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觉得看了朱立伦主席的一段发言，我非常赞许啊。
我觉得因为朱立伦果然还是正常轮，好，只是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使人歪楼，因为朱立伦主席今天讲啊，他说，大家都来支持啊，所以如果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那立院也要尊重总统的报告之后，我们就应该要支持这1.25兆。那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这件事情，赖清德总统已经说他愿意去了，只是要依照大法官所讲的，不是一问一答，那搞不好统问统答也可以嘛。那前提是什么？你要复委啊，你要有案子。那来报告才有意思啊！可是国民党现在就把这案子挡在程序，让他没案子，所以资料也没办法拿出来，报告也没办法做，他就说你没有资料没有报告，我就不给你过。资料也没办法拿出来，报告也没办法做，他就说你没有资料没有报告，我就不给你过。这个是一个玩弄议事程序的套套逻辑。1.25兆国防预算跟财划法基本上暂缓立案，因为10票对9票，就举手，民进党就不要在立法院里面想举手这件事情。可是这整个过程，上公来最后3分钟，请问一下，第一个，那个票投谁谁谁就支持谁，不是今年才发明的游戏嘛？以前也有发明这样一些的游戏，那一定是表示说有哪一个人或那个言行举止会对整个选举有很大的影响。你觉得今年这个发酵，尤其对于蓝营在不管讲中南部啦，或所有这些的选项来讲，会有很大一些的影响吗？这次大家已经论证到两岸之间为什么，然后包括这次因为高市早苗，然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老共连那个旧金山合约，他都跟你讲说没有旧金山，他不承认有旧金山合约，这整件事情现在已经僵局到这种地步了吗？我觉得第一个哈，就票投某某某等于支持某某某，其实2014年那一次的县市长选举就大规模在用了啦，那当然，这一次会拿出来用，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会用这种广告，票投某某某就是支持某某某，那后面的那一个人，你在解读上是负面的，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正面的，你的对手不会做这样的广告嘛？要不然洪建义就不会这样打广告了啊。对啊，如果郑丽文是对选举是正面的话，那你去帮他打这个，那违反我们选举认知。那你不会这样讲？郑丽文还到南部去站在柯志恩旁边那样讲，那柯志恩不会3条线吗？柯志恩也怕啊。柯志恩不是说2028再谈两岸的东西再来大辩论了吗？就意思告诉你2026拜托能不能不要讲？那如果说连候选人都感觉你2026不要讲，你拖到2028再去大辩论的话，那意思就是对他不利喽。如果对他有利，反而希望他讲嘛。当然，好，那走回来就说会不会有影响？你要攻的中南部，你的困难度会加高。你的困难度会加高。你原本有利的地区，或许不会影响结果。我一直说。你会影响票源。你比如说，你可以赢3万票当选，但你却赢了2万票，你的票源被萎缩。而这个票源被萎缩，到了2028年，你不想的，你这一个问题到2028年的效应更大的时候，你萎缩的票回得来吗？会回不来哦。会回不来，而且那是会被加重。对，那一个的效应会更大，2028的效应会更大，2026会或许它效应没有大到影响你的最终结果，但只要影响你的得票压下来，你对2028在2026失去的票，你想要2028拿回来的困难度非常高。因为2028打的同样的议题的效应会比2026还要扩大。所以大家会怕嘛，尤其你说柯志恩高雄，你总不能说那是国民党的舒适区吧？那绝对是国民党的艰困区。他当然不希望波及。你说选台南希望波及吗？也不希望啊，当然也不希望。那问一下，蒋万安光一个何春英的问题。你只要回答说，这个外部委员，我们当时是交给原住民我们任命的人去筛选的，我回去会提醒他，没事那为什么徐春英会被问到急了？我是中华民国的市长，他也知道徐春英的问题不好玩啊。这个答错了也会受伤啊。那你说国民党会不会因为
你们党主席或是什么的言论而受伤，因为你们的何应禄的讲话而受伤，会不会因为你们在立法院的作为而受伤？当然会啊。林涛你不怕吗？啊，你议员还好啦。县市长那个1对1的，可是林涛刚才意思是说，郑丽文的言行感觉上从选举党主席的过程到现在有收敛或是缓和了一些，应该伤害不会那么大。那个说法是一件事，但是人家就问一句话：党主席，请问你国会这样，你同不同意？你有没有去签字？你有没有去约束？你有没有找国民党团里面谈过？国基法你赞不赞成？好，然后国防预算你赞不赞成？党产条例这样搞你赞不赞成？你什么时候赞不赞成？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作为，你郑丽文也要扛啊。你郑丽文你不去约束，就表示你认同党团走哦。那会不会也挂回来一样嘛？那高市早苗的事，我觉得中日哦这个情节短时间真的很难解了。你拿旧金山。结果你说，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是说，中国跟涉外单位不能1对1，所以不承认旧金山，所以大家都乐了、啊，不承认旧金山，大家都乐了。那旧金山不算了，那是日本放弃台湾领土主权权利的最关键的合约。那你说不算数？这样就回归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对了。所以你看，那个连日本的国会议员都跟他说：“你真的要这么说吗？自掘坟墓吗？”那如果无效的话，那台湾的领土归属于谁？中国自己思考。OK， 在未来你说中日因为高市早苗那首相的这段话，那未来会是怎么样？还会继续延烧下去吗？那但两岸关系，那尤其在国内政坛来讲的话，2026、2028一定都会被论及到。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